家里供香炉立牌位的老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每逢初一十五或是亲人忌日，你点上3炷香敬先人，是不是不会马上转身走开？你总要在这香炉前面站上一会儿，定定地看一看。看什么呢？就是看这3炷香烧得顺不顺。有的时候这香烧得齐刷刷的，香灰长长的也不掉，你看着心里就踏实。可是有些时候明明屋子里连一阵风都没有，中间那根香烧着烧着自己就灭了，又或者边上那根烧得飞快，再或者那飘出来的青烟它不往上走，反而贴着香炉贴着地面打转转，乱作一团。诸位仔细想想，当你亲眼碰到这种香炉里的异象时，你这心里头是不是咯噔一下，马上就悬起来了？你肯定会想，坏了，是不是家里要出祸事了？是不是老祖宗在那头受苦发火了？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找上门了？诸位老朋友，今天我要给你们透个底，遇到这种异象你心里发毛，这绝对不是什么无知的迷信，你的直觉是对的。这缕青烟里头确实藏着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天地间是有一种极微细的气机感应的。你以为插在炉子里燃烧的只是一把几十块钱买来的普通草木吗？不是的，当你怀着恭敬心点燃它的时候，这缕香就是阴阳两界活人和仙人之间沟通的一条通道，是一封加急的家书。那些突然断掉的香头，打转的青烟，结出来的火花，在咱们民间的传统里专门有一个词叫做香相，古人甚至专门为它编撰了香谱。这根本不是什么毫无意义的巧合，这是看不见的仙人借着这点烟火气在给你疯狂的递信呢。有人要问了，递的什么信？这就大有讲究了。有的是看你家里最近积了德，特意来给你报喜的；有的是怕你接下来要吃大亏，走弯路，拼了命提前来给你示警的；还有一种最玄乎，烧的那叫一个急迫，那是催着你去办一件一直拖着的大事。可惜啊，现在懂得看香懂得接信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一知半解，看到一个坏兆头立刻就把自己吓得半死，以为是报应来了，甚至到处花冤枉钱去找人做法事买平安。而看到一个好兆头呢，又得意忘形，不知道怎么去守住，结果天降的福报全从指缝里漏光了。你这样做就是把亲人托信的一片苦心全给糟蹋了。所以今天这堂课咱们专门来解一解这香炉里的天机，我会把民间最常见也最灵验的5种香相完完整整掰碎了讲给你们听。你们只要把这5种香认全了，把里头的因果听明白了，以后再上香心里就有底了，也能真正接住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庇佑和福报。不过在咱们拆解这5种香相之前，你得先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原理。天地间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咱们的老祖宗不挑别的，偏偏选了这把草木做成的香来作为活人和仙人之间传话的信使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背后的道理？你仔细观察过没有？只要是点燃的东西，哪怕是在灶台里烧一把柴火或者点着一张纸，它的烟总是往上走的。在咱们这片土地上的民间传统里，老祖宗认为人活着是脚踩在实实在在的泥土上，人走了以后，那股魂气是往天上走的。你心里对老爹老妈，对走了的老伴有那份舍不得的惦念，这份惦念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把它送过去？你光在嘴里念叨，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于是
老祖宗就用这缕往上走的青烟，把看不见的心意变成了肉眼能看得见的东西，借着这股向上的劲儿稳稳地拖上去。这在老辈人的规矩里就叫做通诚达信。所以香从一开始它的本意就是你心意的一个载体，是你寄给两界之外的一封家书。但是我今天要给你们提个醒，既然香是用来传心意的，那咱们就得问问自己，到底什么样的心意才配传过去，才能够让先人安安稳稳地收到。有很多人上香，手里举着香，心里装的全是贪念，求老祖宗保佑我今年发大财，求保佑孙子考上重点大学，甚至有人求神明保佑自己今天打牌能多赢2把。你要是抱着这种做买卖的心态，那这香你干脆别烧了。佛门里有一部极其重要的经典叫《坛经》，里头讲过一个非常透彻的道理，叫做戒定真香。用大白话来讲，就是真正的香根本就不在你面前的那个铜炉子里，而在你的心底里，你心里干干净净，平时做人守本分，不去算计别人，这叫戒香。遇到事情你不慌不忙，守得住做人的底线，不被外头的财色名利勾着走，这叫定香。香烧得好不好，不如你的心存得正不正。你心里带着一团火气，一堆贪念去点燃那把草木，冒出来的全是黑乎乎的业力，那叫污染。只有清净沉静的心点燃的香，才是天地间最管用的信使。明白了这是传心的信使，咱们再来看看这香炉里的动静。同样是从铺子里买来的3炷香，为什么有的时候烧得齐齐整整，有的时候就长短不一，甚至有的灰弯了，有的烟乱了呢？这其中既有大自然的气机运转，也有人心的感应。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香料压得紧不紧，屋里头的湿度大不大，你开没开窗户，进了穿堂风，都会实打实地影响它燃烧的样子。可是老祖宗极其聪明，他们世世代代观察了上千年，发现这些因为风吹草动引起的香灰变化，往往又能奇妙地对应上这个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或者是活人心里一直拖延着搁置着的心事。于是老祖宗就把这些最常见的燃烧形态归纳总结出来，一代代往下传，这也就是民间后来讲的香谱。所以诸位要晓得，香像这头连着大自然的规律，那头连着咱们的人情冷暖因果机缘，这2头它都是真的。你只要别偏执一头，别把它当成吓唬自己的死规矩就行。说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年有一位年轻人满头大汗的来找我诉苦，说他70多岁的老父亲彻底魔怔了。这位老父亲姓林，以前是个老老实实的教书匠，脾气一直很温和。自从前2年老伴走了以后，林大爷就在老家的旧房子里一个人住。这个儿子其实很孝顺，在大城市里买了新房，一心想把父亲接到城里去享清福。可是林大爷死活不干。为啥呢？因为老伴的遗像供在老屋的堂屋里，林大爷每天到了傍晚5点钟雷打不动，必须要在那儿给老伴点上3炷香。儿子就觉得这完全是封建迷信，人走都走了，你天天对着个木头牌子和一把香灰说话有什么用？为了逼父亲就范，儿子一狠心，背着老人偷偷把老家的房子给退了租，直接叫了搬家公司强行要把父亲拉走。这下可闯了大祸。平时连句重话都不跟晚辈说的林大爷，就像一头被激怒的老狮子，一把夺过儿子手里的包，直接把自己反锁在那个已经被搬空了的里屋，甚至隔着门放出话来：
你要是敢逼我走，你以后就别再叫我爸了。儿子急得在门外团团转。到了傍晚5点，儿子隔着门缝闻到里头又飘出了一阵熟悉的香火味。儿子这股无名火蹭的一下就冲到了头顶，心想今天非得把你那个迷信的香炉给砸了不可。他后退2步，一脚把房门踹开，气势汹汹地冲了进去。可是当他看清屋里的场景时，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扬起的手也颓然放了下来。他看到什么了？屋里的家具都被搬空了，他那位平时倔强讲理的老父亲正委屈地坐在一个没来得及搬走的小板凳上。老父亲双手捂着布满皱纹的脸，对着桌上那缕笔直往上飘的青烟，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轻声细语地念叨着：老婆子啊，今天降温了，你那头冷不冷？儿子非要带我走，我要是走了，这香就断了。以后到了饭点，你回来要是找不到家，找不到这缕烟，该有多冷啊！就在那一刻，儿子终于明白了，老人死守着这个破房子，死死护着那个香炉，根本不是在求神拜佛，更不是为了算命看风水，他是怕自己一旦走了，那根连接阴阳的线就彻底断了，他唯一能跟老伴说说话的通道就没了。儿子站在门外，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下来。他走过去，跪在父亲旁边，默默地帮父亲拢了拢香灰。第2天，儿子去把退掉的租金又补了回来，把自己的回程车票也退了，决定在老家多陪父亲住半个月。而且每天到了下午5点，他会主动把打火机递到父亲手里。你们听懂这个故事了吗？佛法里讲缘起法，说万事万物都是靠着因缘聚合而生灭的，阴阳两隔，在肉体上虽然分开了，但并不是彻底的断绝。你心里那份舍不得的牵挂，那份真情，就是这世间最深的一份缘起，那缕香。哪里是什么迷信的法器，它是老先生心念的实体化，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能抓得住的路标啊！香就是这么一份寄托了无尽思念和牵挂的家书。既然咱们明白了它是老祖宗传信的媒介，那接下来咱们就要学会怎么去读懂这封信。在所有的家书里头，最让咱们这些当老人的提心吊胆的，就是那种加急的凶信，也就是那些看起来极其糟糕的意象。下一次你上香的时候，可以留意看看。咱们民间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主要有2种香。第一种叫做断头香，或者叫烧不透。你明明点着了3炷香，插得好好的，可是烧着烧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中有1炷突然自己灭了，剩下2炷还在那儿烧。第二种叫乱烟，按理说这香烟是应该笔直往上走的，可是你那香炉里冒出来的烟死活升不上去，反而在炉子口贴着地打转转，缭绕成一团乱麻，怎么看怎么诡异。老朋友们，遇到这种事，你是不是当场就吓得浑身发冷？很多人一看到香断了，烟乱了，当天的饭都吃不下去，连着好几个晚上失眠，心里头乱猜啊，是不是老祖宗在底下挨饿受冻发火了？是不是老天爷看我不顺眼，家里要遭大灾，得大病了？今天我要在这里给你们重重的踩一脚急刹车。遇到这种所谓的凶兆，第一件事，千万别自己吓自己。咱们学佛学修行，讲究的是实事求是。我教给你们一个口诀，叫做先查物理，后问心意。什么是先查物理？你看到那个烟乱打转，你先别去管什么风水神鬼，你先去看看你家那个大门的穿堂风是不是吹进来了，
你再看看前2天是不是下雨，那把香搁在抽屉里受潮了，香受了潮，它当然烧不透，半道就灭了，屋里头空气对流，那烟当然升不上去，只能打转。你如果连门窗都没关紧，一阵穿堂风吹过来，就把自己吓得生了一场大病，那你这不是信老祖宗，你这是愚痴啊！老祖宗要是知道了，都得生你的气，所以排除物理原因是你第一步要做的。好，那有人就说了，我门窗都关得死死的，香也是刚买的干透的香，它就是断了，就是乱了，这难道不是祖宗在降罪惩罚我吗？你这个想法大错特错。你想想看，牌位上供着的是谁？是生你养你的爹妈，是心疼了你一辈子的长辈，那个怀胎10月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一口饭喂到你嘴里的老母亲，她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难道就会来害你吗？绝对不可能。佛法里讲，真正的亲情缘起是带有极强的护念的。什么叫护念？就是保护你，惦记你，这相向你的凶兆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降罪和报应，而是先人怕你吃大亏，走弯路，拼了命提前来给你托的示警信。就像你小时候走路不看脚下，快掉进水沟里了，你妈在后面急得大吼一声，那一声吼是恨你吗？那是为了把你拉回来。那他们到底在警示你什么呢？在咱们的传统智慧和因果法则里，外在的意象往往对应着你内心的亏欠。香断了，意味着未了之事；烟乱了，意味着家宅不安。这其实是在提醒你，你现实生活中有一件早该去办，却一直拖着逃避的责任之事，快要兜不住了。在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位国君叫齐景公。有一年，齐国的夜空上突然出现了一颗极其明亮的彗星，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扫把星。在古代，天上出扫把星，那可是大凶之兆。古人认为扫把星一出，必然伴随着国家灭亡，刀兵四起。这一下，齐景公吓得魂飞魄散，他觉得老天爷要降罪于他了，齐国要完蛋了，他连朝都不想上了，整天在后宫里急得团团转。满朝的文武百官也跟着人心惶惶，觉得大难临头。这个时候，齐景公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和齐国，做了一个决定，他下令要打开国库，拿出大批大批的金银财宝，去民间甚至别的诸侯国重金请那些最厉害的武士，来齐国举办一场极其浩大的伐星法事。所谓伐星，就是花钱做法，求神仙把这颗扫把星给收走，破财消灾。赌注太大了，如果做法事，齐国的国库就会被掏空，老百姓的赋税就要加倍。如果不做齐景公这心里头的恐惧，能把人活活折腾疯。眼看着那些拿着铃铛举着法器的巫师已经在大殿外面排好队，准备大做法场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齐国的宰相晏婴，也就是咱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晏子，连鞋都顾不上穿，一路狂奔冲上了大殿。晏婴上去一把推开那些正要烧香做法的巫师，死死拦在齐景公面前。齐景公大怒，指着晏婴骂道：天降大凶之兆，寡人要保齐国的江山，你为何要拦着？难道你想看齐国灭亡吗？全场的百官都吓得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喘。可晏婴不但没跪，反而站得笔直。他对着齐景公大喝了一声，他说：大王，您别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贿赂老天爷了。天上出现这个异象，根本不是老天爷闲着没事来吓唬你，
而是老天爷在提醒你，你亏欠老百姓太多了。晏婴言辞极其激烈地戳破了真相。如果你平时轻说薄赋，政通人和，老百姓安居乐业，别说天上出一颗彗星，就算出2颗3颗，齐国也稳如泰山。可是你现在呢，赋税那么重，工程那么繁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心里全在骂你。你要是不去解决现实里的亏欠，反而把天下所有的巫师都请来，就算他们把天给念破了，也挡不住齐国老百姓造反了。这番话就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了齐景公的脑袋上。齐景公看着晏婴突然间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王座上，晏婴告诉他，面对灾祸市井，你害怕没有用，花钱做法事更没有用，唯一能消灾的就是去正视你一直逃避的责任。齐景公最终惊醒了，他下令遣散了所有的巫师，停止了劳民伤财的法事。他把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减免赋税，救济贫苦的老百姓。结果呢，齐国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因为齐景公的改过自新，迎来了安稳太平。老朋友们，晏婴的这个故事和咱们看相遇到凶相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佛法里讲万法唯心造，也讲因果法则。外在的那个凶相，不管是天上的扫把星，还是香炉里的断头香，它本身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你内心的心虚，照出了你现实生活里种下的恶因。你遇到香断了，你该去查什么？你去查查是不是因为房产的问题，你跟亲兄弟已经好几年不说话了，这就是老祖宗留下的未了之事。你遇到烟乱了，你去查查是不是最近自己脾气太大，天天在饭桌上数落儿媳妇，弄得家宅不宁，这就是家宅不安。祖宗不是来罚你的，是来提醒你去修补这些现实里的窟窿的。你不去和解，不去改脾气，反而天天去买高香请大仙，那就是南辕北辙。就算天天磕头，那灾祸照样找上门。只有你去把这些拖延的责任担起来了，因果转了，恐惧自然就烟消云散了，心里没鬼，就不怕半夜敲门，把亏欠补上，就不怕香炉示警。讲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就松了一口气，他们会想，既然坏兆头我都躲过去了，那如果下一次我上香的时候烧出了大吉大利的好香，我是不是就能彻底把心放进肚子里，什么都不用愁，就躺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等着享福了？我告诉你们，你要是真这么想，那你家的福报可就危险了。顺境里的考验往往比逆境还要可怕。咱们先来看看老祖宗传下来的香谱里最让人欢喜的2种报喜香象到底长什么样。第一种叫做长辉不落，弯而向内。你点上3炷香，那香灰烧得很长很长，不仅一点都不往下掉，反而打着卷儿朝着你自己的方向，或者朝着祖宗牌位的方向弯弯地勾了回来。在咱们民间的传统里，这叫安稳相。它代表什么？代表家里的气脉很稳，先人的心还在念着你们，向着这个家。第2种叫做中柱高穿，香头结珠，就是中间那根香烧得特别旺，不仅比旁边2根烧得快，而且那个香头红彤彤的，结出了一个像小花苞或者像小圆珠子一样的火星。老百姓把这个叫做爆香火花。这种香往往被解作将有喜事临门，或者是家里要遇上贵人了，是个极好的兆头。当你亲眼看到香灰向内弯，
看到香头结了漂亮的火花，你这心里头肯定是猛地一热，特别高兴。高兴是可以的，但是高兴过后，你该起一个什么样的心念，这才是最见真功夫的地方。很多不懂得守福的人，一看到好兆头，尾巴立刻就翘到了天上去，觉得这是自己命好，是自己有本事，甚至觉得有老天爷和老祖宗在背后撑腰，以后做事就可以肆无忌惮了。诸位老朋友，你们要晓得，你今天能过上几天安稳日子，能遇到几个好机缘，那福气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的，那是你上一辈人，甚至是上几辈人一分一毫积攒下来留给你的。香灰向内弯，那是长辈在护着你，香火化解出来，那是好运在提醒你，遇到急躁最正确的回应，绝对不是更加放纵，而是更加谦卑，更加谨慎。你要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知恩老祖宗把福气交到你手上了，你得问问自己，你这双手能不能稳稳地把它接住，能不能干干净净地把它传给下一代。好日子那是用来守的，绝对不是用来挥霍的。一旦好兆头勾起了你的贪念，那福报漏起来比赚起来可快多了。我见过一个活生生的家庭，就是被一把所谓的好香给彻彻底底毁掉的。有一位王老太，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一直紧巴巴的，儿子眼高手低，干工作总是3天打鱼2天晒网，儿媳妇也总抱怨家里没钱，两口子天天吵架。王老太呢，心里急，做梦都想着家里能发一笔横财，一夜暴富，好让一家人脱离这苦海。有一年大年初一，王老太在家里恭恭敬敬地上了一炷香，结果那天的香灰烧得极其奇特，不仅长长的没掉下来，最后还盘卷在了一起，清清楚楚地结成了一个形似阿拉伯数字8的完美形状。王老太一看，当场激动得浑身发抖。在咱们民俗里，8就是发啊，他深信不疑，觉得这绝对是祖宗显灵了，是老天爷在给他家吃定心丸，这叫仙人指路，代表家里马上就要发大财了。他立刻把儿子叫回来看，母子俩对着那个8字形的香灰磕了几个响头，有了这个好兆头撑腰，这家人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彻底疯魔了。他们觉得既然有仙人指路，还上什么班啊？儿子干脆连那份本来就不太想干的正经工作也辞了，全职待在家里，天天趴在桌子上研究彩票的走势图。王老太也觉得，既然要发大财，那就得下足本钱。他不仅不管叫儿子，反而把自己的养老金全都取了出来，每个月供着儿子去买那种花钱极多的大复式彩票。刚开始确实碰巧中了几百块钱的小奖，这一下母子俩更加坚信那个香灰的指示了，简直是走火入魔。儿子不仅买彩票，还开始在外面借高利贷去赌外围，眼看着家里的存款见底了，不仅没发财，窟窿反而越来越大。有一天晚上，儿子红着眼睛回了家，翻箱倒柜的找东西。王老太一问，吓坏了，原来儿子是来找房产证的，他要去把家里唯一的一套老房子抵押给借贷公司，准备在下一把全押把本钱捞回来。王老太这个时候才稍微清醒了一点，他死死地抱住放房产证的抽屉，哭着拦着儿子说，不能拿，这房子要是没了，咱们一家人就得上大街上要饭去了。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上，双眼通红，像个赌徒一样冲着他大吼，一开始不是你说的仙人指路吗？不是你说的祖宗保佑一定会发大财吗？现在还差最后一步，你怎么能半途而废？现在要是停了，
前面投进去的钱全打了水漂，那才是前功尽弃。王老太跌坐在地上，看着儿子拿着房产证摔门而出，眼泪都哭干了，后悔的直扇自己巴掌。可是已经晚了，结局大家都能猜到，最后那把所谓的全押输得连骨头渣都不剩，唯一的房子被借贷公司收走，一家人被赶了出来，最后只能去城中村租了一个常年不见阳光的地下室。儿媳妇带着孩子离了婚，儿子也颓废的连门都不敢出。老朋友们，你们仔细回味一下这件事，当初初一早上那把烧得极其漂亮的香，到底是个吉祥还是个凶相？在佛法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词，叫做福报无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世间的福气、财富、好运，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像水一样是会流动的。那把香灰结成八字，最初也许真的是长辈给的一点好意，或者只是大自然气流形成的一个漂亮巧合。但是当王老太把这个好兆头当成了不劳而获的筹码，当成了无限膨胀的贪欲时，这个吉兆瞬间就变成了让他倾家荡产的魔障。好运气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场春雨，你要是用一个干净结实的盆去接，那你就能攒下一盆甘甜的水。可是王老太母子俩呢，他们的心烂了，全是贪念和懒惰，他们的那个盆底下是个巨大的窟窿，天降的好运越大，他们心里的贪念被撑得就越大，最后不仅没接住福气，反而把原来的老本全都赔光了。所以我今天给你们透个底，把急躁当成傲慢和贪婪的资本，那是极其危险的。看到香火花，看到长灰不落，你最该做的是什么？是照常去扫你的地，照常去上你的班，照常对家里人好，用更加踏实的德行去拖住这份好运。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就是咱们老祖宗铁打的定律啊。讲到这里，不管是坏兆头还是好兆头，只要咱们心正，其实都能稳稳的应对。但是还有最后一种相向，它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也是最容易让人破财受骗的。如果你哪天点上3炷香，发现其中有一炷烧得极其不正常，速度奇快无比，别的香才烧了一小半，它已经唰的一下烧到底了，最后直挺挺的落成一根灰柱子。在咱们老辈人的嘴里，这叫做吹香。你看到这种香，心里头是什么感觉？你肯定觉得这就像是有人在背后着急忙慌的推你一样，极其急迫，10万火急。你心里直犯嘀咕，老祖宗这是在底下缺钱花了，还是家里马上要大祸临头了？为什么这么拼命的催我？这个时候要是正好有个心术不正的人，或者你在外面碰到个所谓的大师，他往往就会顺着你的恐惧往下说，哎呀，老太太，你家祖宗这是在底下受大苦了，急着催你救命呢，赶紧的吧，拿1万块钱出来，我给你摆个道场，做场法事，花钱把这个灾给消了。很多老长辈一听是为了保家宅平安，为了老祖宗，哪怕自己平时连2块钱1斤的白菜都舍不得买，这时候也会咬着牙把养老钱全都掏出来。今天我要极其严肃地告诉你们，如果遇到催香，你跑去花大钱搞法事买平安，那你不仅是白花钱，你还完完全全曲解了天地间最大的善意，落入了别人给你挖的陷阱。先人如果真的在催你，他绝对不是催你花钱，老天爷和神明更不差你。那3瓜2枣的公平，那这种即兴到底在催咱们干什么？
我给诸位讲一段咱们清朝历史上的故事，你们听完就彻底顿悟了。咱们都听说过林则徐，有一年林则徐被朝廷贬官，发配到了陕西去当巡抚。他到任的那一年，陕西正好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赤地千里，庄稼全枯死了，老百姓连喝口泥巴水都成了奢望。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去求老天爷。当时陕西各地的百姓天天跑到龙王庙、城隍庙里去上香求雨，可是怪事偏偏就发生了。不管是谁去上香，那香炉里烧出来的全都是咱们刚才说的肃然的炊香，烧得飞快，甚至有些香半道就断了。在古人的观念里，大旱之年遇到这种急迫的异象，那就是老天爷震怒到了极点，是上天和神明在极其严厉的催命，老百姓吓得每天在庙里磕头痛哭，绝望到了极点，觉得这地方马上就要变成人间地狱了。这个时候，地方上的官员和几个富商跑来找林则徐，他们出了个主意，说林大人，这天象和乡象都太凶了，老天爷在急催啊，咱们必须按照老规矩，赶紧凑集重金，在城中心搭建一个最高规格的祭天大台，咱们要把全城最值钱的东西都供上去，请最好的法师连做7天7夜的大法事。也许老天爷收了供养，就能把这催命的凶相给收回去，赌注就在林则徐的手里。如果他不做法事，老百姓心里的恐惧压不住，随时可能发生暴乱。可是如果做这场极其昂贵的法事，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还得把官府里仅剩下的一点准备用来买救济粮的钱全部砸进这个听天由命的水漂里。林则徐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是换个软弱的官，肯定就顺水推舟，花钱买个心理安慰了。但是林则徐没有，他当场拍了桌子，坚决拒绝搭建重金祭坛。他指着那些官员说，老天爷真要是慈悲的，岂会为了几顿贡品就看着百姓饿死？如果老天爷真在催，那绝不是催咱们大兴土木搞法事，那是催咱们赶紧想办法救人。林则徐干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准备做法事的钱加上他自己微薄的俸禄全部拿了出来。他换上粗布衣服，自己扛起一把锄头，带着老百姓走到了已经干裂的河床边。他对着那些吓破了胆的老百姓喊了一句极其提气的话，老天爷如果不给水，咱们求老天不如自己挖出水来，老天在催，咱们就顺着这个急劲儿掘地3尺。他亲自带领百姓，不再去看什么香灰吉凶，而是没日没夜的在地下寻找水源，硬生生的在干旱的黄土高原上打出了几百口深井。这就是后来极其著名的救了无数人命的坎儿井，最后没有花1分钱去做法事。陕西的老百姓就靠着林则徐带着大家亲手挖出来的井水，硬是熬过了这场大旱灾。老朋友们，你们仔细品一品林则徐的大智慧。佛法里有一个很高的境界，叫做破相显体。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透过表面那个吓人的现象，去看到事情最真实的本质。当香烧得飞快，当所谓的异象催着你的时候，那不是冥冥之中的鬼神在向你讨债要钱，那是仙人，是老天爷在急切地提醒你，你该为你身边的活人，为这个家去做点踏踏实实的善事了。遇到催香，最正当的回应是什么？是去郑重的追思，是以先人的名义，在现实生活里去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好事。比如你去修补一段快要破裂的关系，
你去帮一把家里正遇到难处的亲戚，这叫了心意，这叫无相布施，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积德。你要是跑去花大钱买什么消灾符咒，那就完全落入了商业买卖的魔障，你的心就彻底迷失了。讲到这里，咱们民间最常见的5种相相，我就算是给大家完完整整的拆解完了。为了怕有些老长辈记不住，我给你们总结一句最朴素的口诀，你们听好：挥长是安，结花是喜，断头是脱，烟乱是吉，肃然是摧。好，口诀我教给你们了，但是我还要在这个口诀上打一个巨大的叉。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费了这么大劲给你们讲这5种相，最核心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让你们忘掉这些相。佛经里讲，人不要指指为月，有个人用手指着天上的月亮让你看，你应该去看那轮明亮的月亮，而不是死死盯着这个人的手指头不放。香炉里烧出来的灰，冒出来的烟，都只是那根手指头。你千万不要在下一次上香的时候拿着放大镜去对号入座，差了1毫米就在那儿疑神疑鬼，提心吊胆。你要是把注意力全放在符号上，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这5封家书，你只要心里大概有个数就行了。真正要紧的根本不是你认出了第几种相，而是这缕香烟到底勾起了你心里哪一件放不下的事。认相只是个手段，回到你的心事，解开你的心结，才是老祖宗托信的真正目的。好，既然咱们现在把这5封信都看懂了，认清了老祖宗托信的本意，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可是通信从来都是双向的，你光看懂了信还不行。咱们这群还好好活在世上的人，收到长辈的讯号之后，到底该怎么一笔一画的给他们回信？有很多人觉得回信嘛，那还不简单，我明天就去买最贵的香，买最好的水果，哪怕花上大价钱请人来念经做法事，这总算是孝顺了吧。诸位老朋友，我今天给你交个实底，先人既然已经离开了这个物质世界，他们就根本不需要你烧过去的纸糊别墅，更不需要你供桌上的那些烧鸡烧鸭，他们借着香火真正想向你要的回信，只有实实在在的3件事。这3件事你只要踏踏实实的去做了，我保准你家宅安宁，不管遇到什么风吹草动，都不会有任何灾祸找上门。第一件事叫做了愿。什么时候该用了愿？就是当你上香的时候，遇到了咱们前面讲的断头香或者吹香，心里觉得先人有未了之事的时候，很多人一想到未了之事，就觉得肯定是什么玄乎其玄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你仔细回想一下，你家老父亲、老母亲在临走前躺在病床上，嘴里含糊不清，翻来覆去念叨的那件事是什么？十有八九是现实里的牵挂。比如家里有个不成器的弟弟，老母亲最放心不下他；又或者因为当年分房子的事，你跟你的亲哥哥已经赌气10年不说话了。这种骨肉之间的遗憾，这种心里的窟窿，就是先人的愿，也就是佛法里讲的因果死结。你现在遇到了吉祥，你该怎么做？你不要去磕头求老天爷原谅，你要站起来走出门去，你替老母亲去看看那个不成器的弟弟，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你主动提着东西去敲开你亲哥哥的门，哪怕只说一句：哥，当年的事咱不提了，往后好好过，这就叫做了愿。你替先人把他生前最挂心最放不下的一件具体的事情在现实中给办妥了，这个死结一旦解开，那炷香自然就顺了。但是
我也要给你们画个边界。了愿讲究的是力所能及，了却心意。你千万不要去跟别人攀比排场，不要觉得别人家借钱办丧事，借钱修祖坟，我也得打肿脸充胖子。你只要凭着良心把该尽的责任尽到，哪怕只是解开了一个小小的误会，那也是无上的功德。第二件事叫做回向，这是佛门里非常核心的一个词。什么是回向？回向就是把你心里那股干干净净的好意，那份祝福，像寄包裹一样，没有一丝保留地送达给先人。咱们很多老朋友上香，其实是在做交易。你手里举着香，嘴里念念有词，祖宗啊，你在天之灵保佑我老头子身体健康，保佑我们家今年顺顺当当。你想想看，你这是在惦念长辈吗？你这是把长辈当成了拿工资的员工，你给他3炷香，他就得回报你3个愿望。一旦起了这种交换的心态，你心里的沉静就全没了，这香烧的再高也是白搭。以后咱们上香要破除这种交易的心态，你怎么做呢？你点上香，看着那缕青烟，你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最朴素的话：爸妈，家里的日子都挺好的，你们不用操心，愿你们在那边安安稳稳，不再受苦。你看，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里面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索取，纯粹就是希望他们好，这就叫回向。佛法里讲无相布施，你不带着功利心去送出的善意，它的能量是最大的，它能穿越阴阳，真正让先人得到安宁。记住这个边界，只送祝福，绝不许愿求报。第3件事也是最根本的一件，叫做正心传家。咱们前面讲过《坛经》里的戒定真香，真正的香不在炉子里，在你心里。这第3件事就是让你们把这炷心香真真切切地烧到你们每天的日子里去。先人最关心的是什么？是你们这群子孙后代过得好不好，活得正不正。如果你今天刚在老祖宗的牌位前磕完头，回头就在饭桌上跟老伴破口大骂，在外面为了占邻居一点小便宜，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兄弟姐妹为了争一点遗产，在灵堂前面大打出手。你想想看，老祖宗看着你们这样，他能安心吗？他就算在天上也得被你们气得掉眼泪。所以真正的最好的一封回信，就是你日日的存心与德行。你怎么做？你在家里对待老伴和和气气的，对待子女多包容少埋怨，走在外面堂堂正正做人，不挣那种昧良心的钱。你用自己的行动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那点好家风干干净净地传给下一代。当你的日子过正了，你的心术端正了，你家里的磁场自然就祥和了。这不仅是对先人最大的孝顺，更是你为你自己为你的儿孙积攒下来的最厚实的福报。这也是咱们做人的本分，他绝对不是为了求福才故意去装出来的样子，更不要用它去神化什么或者恐吓谁。诸位要记住，先人要的从来都不是贡品，而是子孙过得好，心术正了愿，解开从前的因果回向，送去当下的善意，正心传家，稳住未来的福报。只要你把这3件事踏踏实实的落到了实处，那不管香炉里烧出什么样的灰，冒出什么样的烟，你都可以微微一笑，稳如泰山，因为你的心已经正了。好，道理算是给大伙儿彻底讲透了。最后，为了怕有些老朋友听完又忘了，我再给你们啰嗦最后一遍。这几个最要紧的佛法道理，你们一定要守住。
第一，万法唯心，看香看的是你自己的心。以后上香的时候，先把心放静，不管见着香炉里有什么风吹草动，千万别自己吓自己。第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吉凶祸福全都是个提醒。那5种相相你记不住也没关系，记个大概就好。要紧的是下一次上香，你去办妥你心里一直拖着没做的那件责任之事。第三，真正的功德是无相布施，别去跟老祖宗搞条件交换，你用正心正行，把身边活着的人照顾好，把家风干干净净的传下去，这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向。诸位老朋友啊，你们仔细想一想，咱们在这世上活的是个什么？咱们点上的这炷香，照见的其实就是一家人的心意是怎么代代相传的。这牵挂从来都是双向的，牌位上的上一辈人惦记着你，护着你，而你呢，在这个家里忙里忙外，又在惦记着你的下一辈，想着怎么给儿女留点福报。这香火绵延不断，传承的不是迷信，而是一个家长不断的恩情和厚道。只要这份厚道在，这家就散不了。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番话对你有帮助，把你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支持这份善念继续流通。你也可以把这篇内容转发给家里那些平时爱疑神疑鬼，总担心犯了忌讳的老长辈看一看，替他们把那颗悬着的心稳稳地安放下来。你每一次转发，不仅是解开别人的心结，也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福。最后啊，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一个善念。你可以写下这么一句：愿心念清净，家宅平安。或者你也可以写愿正心传家，福泽子孙。这不仅仅是在手机上打几个字，这是你在当下为自己和这个家种下的一颗善种子。当咱们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个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形成的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留下的这句祈福，这股慈悲温暖的磁场，最终都会流转回来，回向到你和家人身上，护着你们全家平平安安，把往后的日子过得踏踏实实，